之前我们已经去了好几个苗族的村寨，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苗寨，被称之为是世界短裙之乡。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个村子吗？ 这里呢，就是位于贵州省黔东南龙江县两汪乡的空生苗寨。这个苗寨最早的建寨历史其实比较模糊，说是起源于这个元明时期。当时这个村寨的先祖从江西的竹巷口沿着这个渡流江一入南迁，然后来到这个地方建起了村寨，距今已有600年的历史。那为什么取名叫空生呢？在苗语里空生是指清溪流过之处，所以说这个村子里面是有一条溪流从上往下的。这个村子最有名的不是我身后的这个苗族的村寨，也不是我身后的这些粮仓，最有名的是这个村子里面女性的这个服饰。这个空生村它是自称蚩尤的后裔，它跟我们之前去的这个百倍苗寨，它信奉的这个蝴蝶妈妈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属于这个苗族里面的一个短裙的一个支系。因为这个村寨的先民原先最早的时候条件非常的有限，穿衣服它没有这个布嘛，用这个树皮做这个帽子，然后用这个芭蕉叶做这个裙摆。后来呢，慢慢有了这个织布之后它还是保留原来的这个服装的风格，用这个织布织出了这个芭蕉叶的这个纹路，所以说这个百褶裙的纹路跟芭蕉叶的纹路是很接近的。那为什么说这个村子是世界短裙之乡呢？这个裙子的高度仅仅只有5寸，也就是15到20厘米。原来早期的先民为什么会发明这么短的一个裙子呢？就是为了在山林里面比较好劳作，它可以很方便的涉水跨越，一块一块的梯田。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这个百褶裙的厚度也会加高，加到10几20层，然后再套上这个裹腿布，然后就成了冬天的这个装束。然后它的帽子其实也很有特色的，这个帽子高高的，就像一个山峰一样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村子里面的这个服装是整个苗族里面我个人认为最好看，非常非常的漂亮跟时尚。但是这样的服装在清朝的雍正至乾隆年间它也是受到了朝廷一个管制。当时这个朝廷借着这个改土归流政策推出了这个易服政策。什么叫易服政策呢？其实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的同化，让这里的这个族人不要穿这些衣服，改成汉族的衣服。那什么叫改土归流呢？就是让以前在这个苗族里面属于这个土司的这些土地全部收编回来。其实整个朝廷出了这一系列政策之后其实也是一种把那些少数民族收编到管辖之内的这样一个政策，其实还是蛮残忍的吧。走，我们往前走走，去看看村子里面的这个房子。村口就看到一个姐姐在绣他们的这个百褶裙，这个是刚刚染过色的对，看好硬是不是还要洗几次是吧？洗好了嘛，你摸一下都没脏了。那怎么这么硬就要搞这么硬。网上说的这个资料说15到20公分是这个百褶的这个部分的宽度对，这个正好一掌20公分不到一点。现在居然在村子里还有做这个的手工。哎，你好，下面这块是等于说是裙摆是吧？对，裙摆，到时候你这样搞起来你才穿呀。对呀，而且还搞个带子。这个是腰部的，对，这个就是下摆的。对，这里就穿了。确实好的。现在这个温度估计还得配条裤子冬天也不配，如果你穿这个都不要穿裤子，下面有包的。包的那个下面有。干农活的时候方便一点姐姐，你这个做来是自己穿的还是这个自己有了这个做嘛，到时候你娶媳妇什么都要。你儿子娶媳妇是吧？对。我们自己都是我们以前的老妈做好了，现在我们做的是给年轻人做，小孩做，全部是手工的，一针一线。全部是手工。这个百褶的话是几层的呀？20几层都有。20几层看来简单，这个其实做起来很难的这个空生村子里面也有一个村小，你看这个村小好像特别大里面这个操场这么大，这个村子总共就220户人，也就1100个人。这个小区这么大，你看有点意思。这里还有一个做木工的工作室，这些木头都很大，这个木头好香的了，感觉像是做棺木的，真的是做棺木的。这个木头这么大呢，你看全部是实木的。小朋友们在操场上玩，中饭应该已经吃过了，现在是中午午休时间，踢球呢，你看。
所以说这里这个村操比较有名，你看小孩子中午就在这里踢球。从这个视角看过去啊，整个村子里面密密麻麻的这个粮仓啊，全部在这个半山腰上，还有远处穿着这个短裙的服饰的这个阿姨去山上劳作。这个场景全部是实木的老粮仓啊，应该是整个村子里面景观最漂亮的一个景呢，好看。但是大部分这个粮仓也都是歪歪扭扭的，估计现在也不怎么用了。现在我们走到这个空生村里面的一个大露台上面，从这个露台上看上去啊，以前的这个老房子啊，全部映入眼帘了。哇，无敌视角啊！这个有点太立体了吧？你看，全部是老房子，还有粮仓。前面走的这些房子啊，基本上都是新房子了，所以说看不出个所以然来。从这个视角看过去啊，真的有点像之前去的那个百倍苗寨，也有点像。但这里的房子啊，毫不修饰，该怎么沧桑就怎么沧桑。条河，岸天上有一群。你看这两栋老宅这么大，好几层呢，感觉是顶奢豪宅。然后这栋也可以啊，小阳台特别好看。这里的老房子虽然说有点年份的，但是看着都很有质感的，弄得都非常干净。这个视角看过去啊，粮仓的这个密集程度啊，真的是太夸张了，感觉这些粮仓应该也不再使用了。然后这里的老房子也非常的密集，你看一栋一栋的这么大。这里怎么晒了这个像蕨菜一样的吗？你看这是什么菜？是芥兰还是什么蕨菜？晒的这个菜干还有这个笋干，你看都晒在这里。下面是一个烤火的，有可能是用这个火给它熏出来的，像熏腊肉一样的。村子里面看到这些老人，其实都是穿着这个本地的传统的服饰，但这个百褶裙啊、短裙啊，好像也没有穿，有可能这个裙子因为制作工艺的复杂，平时都不怎么穿的了，到了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才会穿出来。阿姨，你这个帽子就是原来的这个帽子啊，然后现在短裙是不是都不怎么穿了？不穿，这个年不穿啊。就夏天会穿吗？过年啊，就逢年过节，3月30会穿。穿啊，因为这个做起来太复杂了啊。这个帽子你看特别有特色，像一个山一样的。穿裤子啊。穿裤子还方便一点啊。所以我说嘛，进到这个村子里面，阿姨们上半部分的这个服装就是原来保留下来的这个风，就这个裙子基本上穿的比较少，逢年过节才会穿一下。昨天晚上我们到这里已经很晚了，我们就是从这条路一直往上开的，然后这条路非常非常的陡，然后开到上面它没有停车的地方，然后我们只能又往下开了。白天看看这个视角还蛮好看的，这些房子都特别漂亮。然后这里的村民啊，很多都在建房子了，建起了新的民居。前面看的那个地方只不过是粮仓集中的地方，现在走到这个地方才是这个民居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刚刚走到这个巷子里面就有一个乡村的书屋，乍一看以为这里也有一家先锋书店呢。好看好看。老人家蛮好哦，好看的，好看的，像一个山一样的，是吧？现在我们往上走到了这个村子里面，对游客来讲可能是最为集中的一个地方了。做了一些指示牌，还做了一些什么音乐广场。你看，短裙苗寨世界空生，这一波的这个老房子啊，叠在一起啊，也都是非常漂亮的。走，我们去看看这里有什么店铺，可以喝杯咖啡吧？有一个咖啡馆一样的，好像是个咖啡馆。哎呦，阿狗，请问有人吗？这个是个烧烤店呐，荤菜烧烤店，然后有房间呢。阿姨，嘿嘿，你好，什么事？请问一下，这里有吃饭的地方吗？吃饭没有？没有啊。我们过来旅游呀。我看到你这里是个咖啡店一样的吗？要吃饭没有什么不备菜。不备菜。哦，行吧。然后现在估计游客也不多啊。这2天没。周末人多一点。我想中饭还没吃呢。不冷啊？不冷，今天不冷，还好。到朗洞去。朗洞是吧？10多分钟，10多分钟。行，你这里有饮料卖的吗？饮料也没有什么饮料。哦，等一下给你消费一下，谢谢啊。店是开着，阿姨是看着的，所以说现在这个旅游行业确实也不是太景气呢。阿哥，看到一个陌生人来，你很开心啊？哦呦，你还来了一只边牧。从这个视角看过去啊，整个村寨的这个风景还是非常不错的，但只可惜啊，现在这个村寨里面游客啊什么的都没有，很多的配套基本上也都没有开业。最重要的呢，现在也不是节假日，村民们、阿姨们他们不太会穿这个短裙给大家看的。但是整体现在这个行情也就这样吧，冷冷清清的，一个游客都没有。那我们走吧，再往下一站去看看。
看，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旅游公司入驻在这里的了。你看，用这个粮仓的这个形制啊，建了一些民宿，都是单间的，其实非常好啊，而价格也不贵。现在就是没人，那你没办法，大家都不愿意出来花钱了，这最要命的。我发现现在村子里面每个地方都有一只阿狗，一直跟着我们，我们走到哪它走到哪。你看这阿狗又跟着我们了。你要送我们回去了吗？你这个智商应该蛮高的。来，哎，试一下你这个智商怎么样？来，过来，坐下。哦呦，握手，翻身。下坡喽！快！他说：“哎，你好，你好。我刚刚走过的时候看到你这里都是做棺木的啊。哦，做棺木。这个木头都很好的嘛，我看好啊。全部是实木的。哦。哇，这个是啥木头呀？是杉木。杉木。杉木。哦，杉木。杉木呢？香是香的嘞，感觉有股香樟树的味道。哦。你做这个做了多少年了？做得久了。很久了。就这个棺木做的话，基本上就是村子里面的老人，就是自己准备。我们这边都人老人家过世都要这种啊。对，都是先提前买好的啊。就一般大家这样一副的花多少钱？1万的也有，9000也有，4、5千也有那种。就4、5千到1万。哦，那还可以。那这个木头确实也是成本在这里的啊。是。哦，对啊。是1万呢。这个就要1万多。那是1万，19000。这边是5000、6000多，越大的越贵啊。越大越贵。这样的话，你这样一副棺木要做多久？3天呢。3天就能做一副。哦，挺快的啊。6500，你价格都写在这里，小的是5500。哦。冒昧问一下，就是这个老人如果过世了，你们这里是火葬还是土葬？我们是土葬。现在还是土葬的是吧？还是土葬。就山上。都是血迹。所以说长着尸体在里面呢。所以说这个木头要实木的。是了。像我们那里的就是那种很薄的，就是几百块钱。到你们那里看，你们那里不行的，这就是做个样子。木头是这种假木头，烧很快的。那个小啊。是的。这个就是。这个100多年的材料这里啊。就100多年的木头。那这个木头们等于说也是你采购的啊？都是跟他们采购的。自己没有那么多嘛，每年的那搞。找不了那么多。你看这个木头好粗啊。起码2、3个人才能包。那如果是土葬的话，确实要实木的，一股那个实木的香味。我以为要做个个把月呢，结果3天就能做好一副。我们下去了，他说谢谢你啊，谢谢。好，再见。我觉得它很好看。你怎么这么可爱？你读书了没有啊？没有啊。这个衣服真好看，然后配上那个帽子，就是传统的这个空身的这个服装。坐，阿狗不要跟着我们啦，阿姨，记得点赞关注哦。